民国57年，回到台湾来。之前我大概6年半，一直都在日本研究日本的，他们特有的这个虾子，就是斑节虾。老师交给我的任务就是说，你给我研究斑节虾的人工饲料，这个是让我非常头痛的事情。先要从斑节虾要吃什么东西开始要去探讨，对不对？你不能给它石头啊。然后呢，花了6年多把它研究出来。就是我有很好的在日本已经被我们的老师训练了，海西过的博士后研究，通通已经有很好的基础了。然后回到台湾，找在台湾比较适合于在台湾养着这个虾种。听说东港这个地方是草虾一个重要的据点，把它应用上去，在差不多回国2、3个月之内，就已经完成了草虾的人工繁殖。这个是人类历史上头一次草虾人工繁殖成功。那个时候的统计也是不是很可靠，不过大概是65吨左右。这1987年的统计数字来讲，是我们大概95000到10万吨是草虾的产量。这个数字是当初谁也不敢想象这样的数字。草虾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亮点，它一加热，它就变很红很红。这种这个颜色是非常好看，也很诱导人家想吃的这种这个好的这个海鲜。后来，在日本是2尾草虾里边1尾是从台湾去的。因为我自己做了草虾，我不便好像这个种田的人啊，不想吃牛肉一样的。我有这样的一份心情。然后呢，朋友们啊，他们就给我一个草虾之父，他给我一个匾，草虾之父，那我更不能吃草虾了。海洋渔业的话，你一定要有实验船。远洋渔业一出去可能要2个月、3个月的。当时的海工号已经应该太旧换新了，所以我就在台湾，我们非常努力的，我请了各大学造船方面的专家协助一起组织，变成一个顾问团。当时的吨位是1948吨吧。到现在，水树1号这一条实验船还是台湾研究单位是最大的这个船。我说孔子、孟子做不了的话，做傻子吧，不是真的笨哦，要认真的工作。